这可恶的回台，真的好难受。这大弧飞边，这处理粗糙的，背后车窗透明件这里小裂缝也是很大概率会有。品控绝对对不起玩具的设计和外观。各位新年好呀，欢迎回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这个来自官方的大电影40周年纪念款再版 SS86 热破。本来呢这期是有小剧场一开始我是想拍一个搞笑类的，但是转念一想，还是拍一些更加有意义的内容吧，有意义到足以让我单发一期视频。当时写完稿子，写完那个对白，我已经把它给锁起来了，但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它拍出来了。拍完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放出来，现在也是想明白了，就拍都拍了，既然拍了，那过几天我会放出来给大家看的。我就不扯这个小剧场了啊。玩具我的入手价是309元，我在官方旗舰店预定的价格还算可以，不过对于一个D级身高的 V 级的确是偏贵了。但热破因为是人气角色，加上这个86纪念款，所以出货以后是没有破发的，后续应该也还会有好价格，但我估计不会低于267。看看玩具盒子，这次纪念款包装盒相比今年普通的 SS86 盒子多了这种彩色线条涂装，侧面还有这个86大电影40周年纪念的一个标，这里也多了一行这个小字 More than meet the eyes collection。 这里是热破钓鱼，这里是热破和丹尼尔一起钓鱼，29部变形，狗皮膏药。看到玩具本体跟之前版本最显著的区别，它就是颜色改为更还原大电影中的玫红色或者是品红色了好看肯定是好看的，但红色的热破看多了，忽然玩到这么一个还原的玫红色热破，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大伙更喜欢哪个颜色呢？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聊一聊。设计师是我们的大西玉米老师，非常经典且帅气的设计当年很多人都夸赞他完爆 MP， 属于是设计师自己超越自己了。但这次再版大家反馈在这个品控上是有比较大的毛病的，因为海表常年用他最爱的这个回收环保塑料，这次的材质大伙吐槽说不行漆面很容易一蹭就刮下来了，烟囱这里的卡扣变为车型的时候呢也很容易断，大家可以直接剪掉或者给它磨平。背包这里的卡扣也会白痕等等。我的这只呢上面的说到的这些大问题倒是没有，目前我把玩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后玻璃车窗内侧它有一点点裂缝，有点裂开了应该跟这个天气冷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这个小腿盖板会回弹松，其余问题目前我还是没遇到的。据说今年这款还会有这个玩具配色，希望那款到时候别出现这么多品控上的问题吧。人形身高是15厘米，跟大哥老威摆在一起大约是这样的观感比例正合适。跟 RC 通老二站在一起是这样的通天小还是太宽太大了。玩具的头部很帅很正，很有热破那种青年人的朝气，这个感觉是对的，建模几乎是挑不出毛病。我发现我最近买这个玩具怎么都是头雕有点小中奖像我这只也是眼睛上有点小问题，因为右眼漆面上有点堆积，不是很平整。打开头盖孔可以翻下它的护目镜很风流很战斗，抬头低头。侧摆360是没毛病的，躯干正面也是正的很跟设定图对比简直就是完美的将设定图真实化玩具化 SS86 风格化该改的地方像躯干下半部分车灯裤头等等设定图上比较素的地方加了刻线，颜色分割的也都对。躯干上半部分主体呢则不加任何多余刻线，热破经典的火焰涂装和汽车人标都保留了，哪里该加刻线哪里不该加，这也是对设计师功底的一个考验。发部腰转是180度，是个变形关节。平角裤切分，前踢90度多一些关节比较松，前踢是比较松的。后踢这款幅度就不是很行了再好的玩具也有缺点，这款后踢只有如此的角度。侧踢大约是90度，背面呢就无法完全按照设定图了，黄色尾翼中间不是橙色
背后两侧喷气口。玩具的处理方式就是用车壳盖住车窗，中间呢再用这个连接件做阻隔，形成了两边这个喷漆背包分口的这么一个意思。造型不像，但是神似，很巧妙的一个车壳运用，不还原，但是也不累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人形最明显的抽焦就是屁股这里了，这边还有3毫米的肛门。看到手臂造型，像设定图那样隐藏轮胎简直就是太难了，玩具不好做到。烟囱呢也短了一些，没有这个弯折贴合手臂的造型。这里的处理呢就是属于保车型了，人形就委屈一下了。袖口的橙色涂装，设定图上后方其实也有的，但是玩具没有做到，只有前面有涂装。设定上呢也展示了这个大臂可动大臂平台的话，肩胛是有一个避让可动的，但是玩具实物并没有做到就是一个经典的大膝肩，这样翻出来。外带这里还有一小段蝴蝶关节，摆臂是变形关节手感真的非常非常紧大小臂连接处是有平转的，曲肘90度多一些。撸管手是4指合并可动，手指长度不一，它也做出来。拳头是可以旋转的，腿部造型从正面看过去的话还是比较还原的，刻线细节呢也都很到位。背面小腿是牺牲了，用来折叠了部分车壳，这里的回弹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扣的时候真的很烦。大腿有平转，膝盖这里用的是黄色连接件，屈膝是一个小双段关节，幅度不错。当然这个犄角造型是也能摆的，因为这个膝关节这边的半球形没有明显的限位。脚掌接地幅度是30度，我这个右脚接地有点松，脚掌前后还有个可动，整个脚的形状是这种扁扁的也是因为变形牺牲的。配件量很足，有这么多。V 级玩具本体分件用的少，剩余匀了一堆给这个配件用。两把枪如此，银色漆面太厚，导致刻线细节不清楚不明显，很肉不好看，好廉价的感觉。枪两侧结合位点还没有上涂装，防止刮蹭，握持在手中效果大约是这样的。盾牌和光剑，水纹这个盾牌挺严重的，光剑没有改成透明剑是真的不好看谁家的格力高棒子与盾牌的结合位点还安在了这个光剑柱子上，这个造型真是给到拉完了。鱼竿是软胶的，没有鱼线，好歹给个鱼噻，热货也不能这样一直空军你布鲁可都给了鲨鱼精了。热货的锯子也是依然有附属的这个其实并不是圆形锯子，设定图上这个锯子是字母 F 形状的，这个是转起来的样子，里面有动态的刻画，只不过太紧了不能流畅转动。拳头翻进去露出这个结合位点，可以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配件就是能源宝这次黑色帝国没有涂装，也没有冒光的这个特效键，低配的属于。拿86柱的这个能源宝对比看一下，拿在手上的话是这样的感觉，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配件可以全部收纳在背上先把枪安上去，再放锯子锯子和枪这里结合是必然产生白痕的无一例外。再安剑和盾牌，鱼竿和能源宝安在侧面，这样就收纳好了，有点牵强的收纳吧，背了一堆东西看着也是比较累赘。下面就来看它的变形过程吧。
车真的是太帅了啊，也很薄，对比设定图正面还原度不错。但是呢，我的这个车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合缝。再版貌似模具精度变差了，我这一边怎么调整它都是会有缝的。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方法。出版车顶的黄色连接件这次改为了跟主体一样的玫红色，颜色看上去更和谐了。透过车窗能看到这个热波的头。双形态美型度说实话都还可以，夹不夹胸的我也无所谓，不在意了。车底盘收纳如此，车头这里能看到这次塑料处理的是真的很粗糙啊，有点无语。代工厂是越来越拉了。车轮是卡扣轮啊，都能接地，滚动性一般，在卡扣轮里面算好的。车屁股就很草率了，没有还原设定图上的样子，但这个大西也是尽力了。武器搭载按照说明书上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勉强。你这样的话你还开啥车啊？我是喜欢把其他东西取下来，就把双枪安在这里啊，还算能看。车形态的话没啥好多说的了，这款我是主要玩个人形态。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这次86 40周年纪念的再版热破，品控比较拉啊，预定就开1天，也不知道何一位。出货时候价格也没破发。总之呢，不推荐高价入，还是等这个玩具色吧。这款帅气的外观我还是很喜欢的，热破这个角色我也很中意。幸好我的这个人形没有太大的毛病。就简单介绍一下吧。本频道不接玩具商单，不接软广，全是我的个人真实版的分享，也请各位老爷来个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Goodbye。